这绝对是德爷有史以来混得最惨的一期，打破了以往3天饿9顿的神话，7天的时间整整饿了21顿。好在最后的伙食还不赖，4条鳟鱼搭配上醋姜草沙拉，以及一碗数量可观的水果拼盘，总算赶在回家之前吃上了蛋白质大餐。本期德爷来到了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，这里环境恶劣，地广人稀，是世界上仅存的几大荒野之一。挑战开始前，德爷先与当地的羊驼进行了一番友好交流，随后搭乘摄制组9块9包邮的第9代隐身战斗直升机空降到指定位置，接着熟练脱去上衣拖鞋站在一旁，随着直升机的引擎声渐行渐远。本期挑战正式开始，依旧老规矩，不带食物，不带求生工具，自信满满的他甚至连头发都不带，简单确定了一下求生的4要素。当下最要命的并不是水源问题，而是这顶上炙热阳光的暴晒。由于这里的海拔高，臭氧层薄弱，夜晚的气温甚至能骤降几百度，因此德爷的首要任务是先找地方搭建庇护所。没有缺德地图，没有指南针，凭借着自己女人强大的第6感，德爷胡乱选了一个方向前进。纵观以往经历，寻找淡水总是最费劲的，然而在这里根本不用担心水源问题。不远处的雪山冰川融水汇聚成的大河，喝起来不仅清凉甘甜，口感也是相当正宗。随后来到一片小树林躲避烈日，让人没想到的是居然还有意外之喜，这里的地面密密麻麻生长着一大片醋姜草。醋姜草富含维生素 C 和铁元素，吃进嘴里酸酸甜甜，不酸不甜，口感简直棒极了。不仅如此，旁边还生长着鹤金梅，德爷一口接着一口，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不过途中飞来飞去的马蝇却把德爷搞得痛苦不堪，实在受不了了，攥起一个就送进嘴里，没想到味道还很不赖。吃饱喝足后，继续寻找扎营地。这块区域看起来就很不错，地上不仅有柔软舒适的沙子，旁边还有参天小树可以挡风，简直是搭建庇护所的不二之选。考虑到这里的昼夜温差极大，如果没有萤火，到了晚上指定会被冻死。于是德爷将生火放在了首位，从附近收集来一些干燥的木材和火炉，接着用石头将一根笔直的木棍打磨光滑，加工出一把公钻。担心大风会把火星吹灭，在正式生火前，德爷还用石头搭了一堵挡风墙。万事俱备后，拜火德又干起了老本行。经过1个小时，也就是2个半小时的疯狂摩擦，手掌都磨出血了，火星这才冒出来。接着转移到火龙上，轻轻一吹，总算是升起了熊熊烈焰，把德爷激动地发出节节节的怪笑。太阳下山后，温度开始骤降，即便有火堆的加持，德爷依旧被冻得瑟瑟发抖。没想到这鬼地方竟然这么冷，就这样天为被地为席度过一晚，隔天早早就被冻醒。一觉醒来的他瞬间长大了20多岁，昨晚的温度简直超乎想象，就连一旁的背包都被冻上了一层薄霜。趁着清早太阳还没有那么毒辣，德爷打算先探索一下周围的环境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找到蛋白质。沿着小溪一路搜寻，很快他就在旁边的小水坑里发现了几条鳟鱼，可由于没有鱼竿和刺网，德爷只能采用徒手抓鱼的方式。虽然听起来很难，但操作起来实际上一点也不简单。有好几次他明明都已经碰到鱼了，结果最后还是一条也没有抓到。更糟糕的是，由于一直太沉迷于抓鱼，自己的后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晒伤了。看这通红的颜色，要是再多晒一会的话，恐怕就要烤熟了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可别拿小命开玩笑。于是德爷果断拨打电话寻求救援，来到指定位置打开空投，里面有件9磅15便士的衬衫。头一回挑战穿衣服，让德爷的心里很不得劲，但眼下这种情况也只能这样了。随后返回小溪里给后背降降温。综合考虑后，德爷决定暂时放弃抓鱼的计划，打算先给自己搭建一个庇护所。他可不想再暴露在寒冷的夜晚里了。到附近收集来几根粗壮的原木，根据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原理，交叉叠加拼凑出庇护所的框架，接着再找来一些树枝铺在上面。如此一个既不遮风又不挡雨的荒野手瓜棚就大功告成了。到了晚上，迫不及待躺进去，好家伙，简直跟没有庇护所没两样。转眼时间来到第3天，如今庇护所水和火都有了，接下来就是解决食物问题了。经过这几天的观察，附近能找到的食物只有河里的鳟鱼。不过眼下德爷没有狩猎工具，只能暂时先放弃，转而来到附近的小树林碰碰运气。没想到还真让他发现了一份小鹿盒饭，上面的肩胛骨是很好的挖掘工具，鹿腿上的根茎泡软后也可以当绳索，全部打包带走。在返回营地的时候，他还有了一个意外之喜，一群小蝌蚪正在找妈妈。作为5星老好人的德爷，二话不说就要帮助他们，往口袋打包了20-30只，整齐的摆在肩胛骨上放回大自然。一口下去简直比奥利给还要难吃，差点没把胆汁吐出来。别说是普通人了，就连德爷都直呼受不了，但这好歹是蛋白质，他还是强忍着恶心咽了下去。稍微补充了一点体力后，德爷将先前捡到的鹿腿放在小溪里浸泡软，随后用石头敲打使其纤维分离，缠绕编织后就成了一根鱼线。接着找来一段荆棘加工成鱼钩，至于诱饵就用随处可见的白蚁。万事俱备后，空军德便来到小溪边开始垂钓，可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钓技太差，还是这里的鱼太精了，一连站了3个多小时，连根鱼毛都没有钓到，实在被冻得受不了了，只好摆烂回到营地。转眼时间来到第5天，截至目前为止，德爷还没有吃过正儿八经的食物。好在这几天太阳没有那么毒辣，他终于能将身上的衬衫脱掉，随后带上鱼线再次尝试钓鱼。可这些鱼儿就跟商量好了一样，死活就是不咬钩，把德爷气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好在苍天不负有心人，他在岸边发现了一株蓝莓树，摘下一颗送进嘴里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十分开胃。不仅如此，
旁边还有几颗蓝莓。虽然有了食物，但他还是想吃鱼肉。鱼线显然在这里不适用，因此这次德爷打算做个捕鱼陷阱。原理就是利用树枝做出2个倒钩，一端插在水里，一端连接着诱饵。只要有鱼儿经不住诱惑吃掉诱饵，就会立马被钓起来。为了增加捕获的几率，他一共布置了3处陷阱。很快啊，时间来到第9天，趁着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德爷前去检查捕鱼陷阱，隔着老远就发现陷阱被触发。走近一看，我的乖乖，竟是一条成年的小河鳟，这可把他高兴坏了，一个没忍住就发出激动的给。有了这个良好的开始，德爷准备再次尝试徒手抓鱼，吸取了之前失败的教训。这次他很快就收获了一条小河鳟，也是忍不住发出给的怪笑。好运接踵而至，转眼间他又抓到了一条大家伙，掂量，起码有2斤半重，加上陷阱捕获到的2条，目前他已经有了5条鱼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因此德爷也是做起了长久规划，计划将它们放在小水池里养着。结果一个不注意，最大的那条鳟鱼竟窜到对面的大池子里了，这可真是倒了大霉。德爷先是骂了自己一顿，又哄了自己半天，无奈只好下水梅开2朵。可眼看到手的鱼儿就是抓不住，情急之下，德爷逐渐丧失了理智，开始对着水潭大出手。好端端的一个水坑，硬是让他搅成了泥潭，最后只能带着仅剩的4条小鱼返回营地。再搭配上新鲜的浆果和蔬菜，德爷享受起了最后的晚餐。鳟鱼肉多刺少，吃起来鲜美无比，搭配上浆果一块入口，别提有多享受了。隔天到了回家的日子，伴随着摄制组的小飞机姗姗来迟，本期挑战也就到此结束了。